中美高中的教育差异比较大，学区相差也比较大，课本呢也用的都是不一样的。教师的工资呢其实都是公开的。在加州法律比较繁琐，就是在上课期间你是坚决不能随随便便离开教室的。说到这个教育体系的差异，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终身制的问题。我觉得也是一个 double-edged sword。老师之间是没有那种 competition， 不是说你教的这个班里出了几个哈佛的，你教的这个出了几个 Stanford， 他不能这么拼。有的老师他也许就是经验很丰富的老师，还自愿去教那个很差的班，我们的工资呢也不能跟这个方面去挂钩。中美高中的教育差异比较大在中国高中还是要考的，所以我觉得在中国高中小孩的素质还是比较高。在美国因为是义务制教育，所以相差就很大了，好的特别好，差的特别差，然后学区相差也比较大。这个课本呢也用的都是不一样的。在中国呢用的是国家有个统一教材，在美国就没有啊。然后各个学校都不一样，然后而且过几年可能各课本也会换，然后就会请我们数学老师去看去试教这个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，然后再做决定。所以总体来说好像没有那种很标准化的这种感觉吧。像我们小时候上学，每天都有老师来改这个作业，然后有批作业，我记得还有优还有良，但是这里确实很难做到，因为我这个学生比较多，一共有150-160个学生，每天都要有作业，然后还要改考卷每天教5堂课，所以备课的时间是不够的。那么我们在课上的时候会讲作业题，把作业订正好，然后我在课上就把作业检查一下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只是completion 还有 not completion 就是这样，没有说把对错改，因为一道题要改对错不太可能，时间上不太可能。在加州法律比较繁琐，所以老师的责任心也比较大。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是不能随便离开教室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要打电话给admission office， 然后他们会派一个staff 会过来，或者是 substitute teacher， 代课老师会过来帮你 cover 一下，然后你才可以 step out of the classroom。就是在上课期间，你是坚决不能随随便便离开教室的。说到这个中美教育差异问题，那终身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异。在美国就是因为有终身制，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到教师的权益，但是它的坏处呢，就是说如果老师一旦拿到终身制的话，他可以不是很负责任，但是没有犯很大的错误，那你又不能解雇他。还有呢，就是如果身体上如果不是很适应的话，就是有的老师有年纪大了生病了，照理说其实应该退下来，但是他不退，你也没有办法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就不停的代课老师过来代课，那这个教学质量就会相差很多，这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。公立学校的话确实有教师工会，然后每个学校都不一样，有的教师工会会比较强一些，有的会比较弱一些。因为我是移民嘛，我也不是很懂，在这方面的法律也不是很懂，所以我还是参加了教师工会，也算是有个保障。然后参加教师工会是这样的，每个月你都要交一个公费会。然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比如说有法律上的纠葛，或者是哪一个 parent 或者是 administrator 对你有意见，要有什么 lawsuit 呀什么的，工会可以帮你出面去
去调和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还是参加工会的。但是在我的同事里，有的人他就觉得没有必要，其实你这个工会也没有帮我争取到什么利益，而且我在这个法律方面我也很懂，我没有必要去参加，所以有的人确实也不参加。工资的话，也是不一样，每个学校都不一样。每个学区都不一样。它这种招聘，这种公立学校，它这个都是要对大家要平等，都是没有隐私，所以你都可以到各个的学区去查。你点进去，所有的工资单，还有每年会怎么样，工龄是怎么算，都会有详细的情况。在美国吧，可能也是因为讲这个 equality， 那你老师在收到学生的时候是没有选择余地，那有时候就收个大插班，有时候收个大好班，那也不好说。所以他在老师之间是没有那种 competition， 不是说你教的这个班里哇出了几个哈佛的，你教的这个出了几个 Stanford， 他不能这么拼。怎么能这么评呢？那有的老师他也许就是经验很丰富的老师，还自愿去教那个很差的班，所以我们的工资呢也不能跟这个方面去挂钩。我觉得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的成绩还是比较诚实的，所以我们在考试也有 standardized testing。其实我们马上下个星期就有州里的 standardized testing， 在这种考试我们没有一个老师会说哇这道题你赶快去刷一下，这道题肯定会考，没有一个老师会去这么做，说就考出平时的成绩来吧，你要怎么考就怎么考，所以在这方面就很诚实，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。说起这个在美国高中数学特别数学差距有那么大哈，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在高中因为没有选拔，大家全都可以上，要做到这个12年13年的义务制教育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有很多在公立学校也有很多贫困家庭，其实也真的很不容易，父母有的要上几个班，早上又起那么早，然后小孩就基本上都没人管，那他怎么办呢？又没有家教，像中国你还去补课，怎么样都要去补课什么，他没有什么补课。然后美国确实是个移民国家，然后我们跟墨西哥嘛也特别的近，所以墨西哥移民也特别多，他们对这方面也不是很熟悉，也帮不了，所以这些家庭的小孩也不能怪他们，确实有这个条件在那里。而且我觉得跟小学教育也有关系，比如说小学当老师，那个老师他是全部都教的，跟我们中国也这点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从小学有分科老师，在美国小学是一个老师教全部。那有的老师他不喜欢数学，他有的人他就是都教错的。我有个同事，他以前在一个学校教，他说那个老师连分数他都不会加，说分子加分子，分母加分母。他就这么教的老师，那你这个小孩怎么搞呢？他都是错的。后来我的同事还重新再把他重教一遍，总算给纠正过来。所以这个也真的不好说，这个杂七杂八的因素那也很多。我觉得也不能说美国的数学就这么的差，它好的真的是特别好，而且我觉得这种好像是很自然的好，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强迫他去刷这个题目，你一定要去拿奥数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因为你的目标已经定好了，是北大或者是清华，在这里面就是哈佛或者是 Yale， 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一种自身很自然的热爱。我教过这样的学生，就是资质非常高，而且他做题不是说去刷那种死的题目，他真的是去看下去，去研究这些大学的课本，然后在做竞赛题的时候呢，他也很上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求之不得的地方。